有缘人，我怀着非常强烈的心情，希望你能了解一下，在微观量子世界里正在发生着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颠覆三观的事情。如果你能真正理解量子领域发生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扭转命运，创造财富，具备一种量维打击般的智慧和能力。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条视频，因为你但凡懂点量子力学，你将比 90% 的同龄人超前一步，拥有看清未来的能力。因果中有一句话，一切因果显现都是因念勾招而至，真正决定你人生命运的实际上是你的心，就是你心念中的状态。这个心的状态对我们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剧情是喜剧还是悲剧。人生就是一个量子不断坍缩的过程。我们需要了解3个概念，一个是量子纠缠，一个是量子叠加，一个是量子坍缩。以前我们讲因果的时候，由于没有这3个概念，所以讲因果特别难讲。因为因果它不是线性的，线性的就是我帮了你，然后你很感激我，然后给我拿到了一兜水果，有明显的路线的。但是因果往往很多都不是线性的，比如说我帮了你，然后你可能什么都没给我回报，但是旁边有人看见了，然后他可能在背后做了一件事情对我是有利的，因为他很欣赏我的行为，所以我获得回报的来源并不来自于我帮的人，而来自于旁观者。这就是非线性。还有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就是同频共振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这个小区周围有人结婚，街道布置得非常喜庆，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祝福的，人都非常欢喜。它影响了这个地方的能量场，让这个地方能量场有一种很祥和的氛围。当你在这个地方生存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发生了变化。当你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今天正好你可能在谈一个生意，由于你受这种场能的影响，今天心情特别好，那么你去谈的时候就非常的顺畅，这个事就谈成了。但实际上我们和这种场能相连接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的场能它都在影响我们，就看我们给什么样的场能纠缠得多。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道理，就需要了解什么叫量子纠缠。在量子纠缠这里，实际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个量子纠缠的链接，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和一种能量链接的时候，它跟物理距离没有关系。你孩子在国外相隔万里，你可能天天打电话，你邻居门对门，你可能一辈子不一定说一句话。虽然物理距离很近，但是你跟他不一定有量子链接。跟我们量子链纠缠在一起的，他是跨时域的，也可能去世很多年的亲人，你跟他之间也是有量子连接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待着，什么事没有的时候，突然内心有一种伤悲，
那很有可能是你和他量子纠缠比较紧密的一个人出事了，或者去世了，或者是什么原因，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缠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很多能量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当然这里面你很快就能够明白一个秘密，你老是经常跟谁纠缠很重要，你经常纠缠的人他老出事儿，对你肯定也不好。那你要是纠缠一个他不出事，他老出好事儿，他能量很大，那当然你的人生就会很好。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是明白信仰的力量为什么对人是有帮助的，信什么就在纠缠什么。所以这是关于量子纠缠的第一个认识。量子纠缠的第二个认识就是我们过去所有的行为，无论你对待过的人，你骂过的，帮助过的，伤害过的，赞美过的，欣赏过的，厌恶过的，排斥过的，只要你跟他之间有过彼此的相互关待，你们彼此之间就会产生量子纠缠关系。实际上人跟人之间都彼此联系在一起，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但是有的是强关联，有的是弱关联。只不过我们的量子纠缠关系，它不是这种物理性的，它是跨时空的性的，它超越物理关系的，也超越时间关系，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连接在一起。过去发生过的，现在正在发生的，包括未来没发生的，都跟你连接在一起。假设将来要出什么事儿，比如说1星期只要出一个不好的事，你现在其实是有感觉的，因为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在当下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包括未来的信息，未来将要出现的信息也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修行修得比较好的，内心比较清净的人，他能够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能感觉到。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纠缠的人一定要能量要非常强，非常好，非常阳光，非常积极，那对我们肯定就有利。跟我们纠缠比较紧密的人，你的一些不好的心念也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为什么说你千万不要天天想害怕孩子会出什么事，你不能有这种担心，你这种担心时间久了会变成现实的，因为你跟他之间的量子纠缠关系是很紧密的。如果你老是这么担心，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孩子命硬不硬了。你孩子的命不怎么硬，他自己的那种正能量不足够强大，那你这种担心对他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量子纠缠关系，因为它是非线性链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都纠缠了什么能量。总之有无量种能量，我们纠缠在一起，纠缠的能量和我们可能在一个时空，可能不在一个时空，但是有一个规律是确定的，就是你这里出现的负面心念的时候，纠缠的另外一端必然会受到负面心念的影响，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这个规律是确定的，如果你这里出现的是正面的心念，纠缠的另外一端也必然出现正面这种能量与之对应。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明白你在求菩萨加持的时候是怎么做到有求必应的。它其实与你的心念有关。当我们的念头没有明确的方向时，所有纠缠在一起的能量不会呈现任何现象，因为我们没有产生任何念头或动念，这些量子关系就会呈现为中性状态。它既不表现为好，也不表现为坏，也不呈现为任何具象。可以说，这是无数种可能性叠加在一起的量子纠缠现象。在这种叠加状态下，由于没有起念或动念，实际上就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意味着我们拥有无数的选择，关键在于你如何体验它，它就会在某个方向上坍缩成某种现实。因此，每个人的每个当下都是一个十字路口，甚至是多个路口。从原理上讲，这些路口有无数个分岔口，但由于我们每个人被限制在某种特定的能量频率中，我们的习性和惯性导致我们倾向于以某种固定的方式思考。原本有无数的路口可以选择，但在当下能被我们选中的可能只有两三种，因为我们的能量频率已经被限定。如果我们的意识自由度非常大，我们可能会有无限的选择。然而，由于我们的性格特征或秉性习惯的影响，我们的选择就变得有限，可能只剩下几种选择。有的人可能只有2个选择，而有些人甚至只有1个选择。他们就像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只能往左走或往右走。更有一些人可能连丁字路口都没有，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情况说明某个人的秉性、习气或业力非常强大且坚固，导致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只能做出固定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否则，如果命运不确定，谁还能算得准你的命运呢？了凡四训中的孔先生算定了袁了凡的命运，这说明袁了凡的业力非常坚固，才使得他的命运能够被准确预测，对于未发生的事情能够如此精确的预测。正是因为他的业力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导致他只能走一条既定的路，必然做出相应的选择和行动。实际上，在量子纠缠的关系中，每个人的内心像一个超计算机，具备量子计算的能力。它能够通过你的过去行为推导出未来的必然发展，就像我们现在看天气预报一样。天气预报之所以相对准确，是因为它基于大量相互关联的信息，推测出未来将发生的情况。在经典因果关系中，纠缠在一起的能量形式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1秒钟的动作都可以被推断出来，因为这些能量关系已经纠缠在一起，它们会在特定的路口发生特定的事情，且有明确的原因。这种复杂的量子纠缠关系一旦开始影响我们的念头，就会导致这些无穷多的量子状态叠加起来，变成一种经典因果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量子坍缩。量子坍缩现象是由观察者的念力影响了世界的呈现。一个著名的实验是波粒二象性的双缝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光子通过两条缝隙时，如果光子表现为粒子，它就只能通过其中一条缝，最终会打到对面的板上，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这就会形成两个带状的图案，分别对应通过左缝和右缝的光子位置。然而，实验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光子到达对面时，结果并非形成两条带状痕迹，而是形成了阴阳相间的4条干涉带，其中有一条带中一条带轻。这种现象与经典粒子行为不符，就像你扔一个物体，它应该只能出现在一个位置上，如果它出现在多个位置，那就不符合经典物理规律，而且这些带状图案明暗相间，通常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物理学家推测，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当粒子通过缝隙时，它并不是作为粒子存在，而是以波的形式传播。因为波与波相遇时，波峰和波谷会发生干涉，导致有些地方的波被抵消，变得暗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明暗相间的干涉带。后来，物理学家进一步思考，或许这些所谓的粒子根本不是粒子，而是波的表现。如果它们是波的形式，那么这种干涉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决定通过观察实验过程来进一步确认。可是，当他们进行观察时，干涉现象消失了，光子又恢复成了经典的2条带状痕迹。这个现象让物理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观察与不观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经过一番研究，物理学家得出一个结论：观察者的行为影响了实验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光子没有被观察时，它以波的形式存在；一旦观察，它就表现为粒子。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原来人的意识是可以干预这个世界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测不准原理。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就是因为你去观察它，导致了你影响了这个事物的原始面貌，所以你去观察它，去测的时候，你测的一定不是它的原始状态，是受过你干涉的状态，而且在不同的心念状态下，它对你的干涉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心情好和今天心情不好，你发出的心念的波是不一样的，频率不一样，那么这个事物被你干涉形成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就做了一个实验，水知道答案，用赞美的语言去赞美水，和用咒骂的语言去咒骂水，那水分子的排列结构会不一样。也就是说，物质受到心念的干涉，形成了不同的状态。其实经典因果也是这样子的。人类所谓的人生命运，经典因果，每个当下都在用念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每个当下都在用我们的念去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产生评论，产生认识，
它在很微观的领域会形成无量种因为我们念的干涉而形成的量子坍缩关系。比如今天你遇到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产生什么觉受，它是由无量种经过我们心念干涉过坍缩出来的一种经典因果，彼此之间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当下的现象。但这里面给我们经典因果带来决定影响的东西有两种，一种就是跟我们之间纠缠在一起的能量是什么样的能量。有的人给我们纠缠的能量是很糟糕的，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没做过什么好事儿，那么这些给我们做的尽是坏事了。跟我们纠缠在一起的能量就是非常负面的，都是负面能量。再加上我们起念观察的时候，你想我们本来就不经常做好事，你想你这个念还能好吗？你一起念的时候，你这个念起来就是糟糕的，就是有一种糟糕的观察的心念去干涉了，本来就纠缠在不好的能量，它这两种负面能量一叠加以干涉，它形成的人生结果就是非常糟糕的，这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经典因果。我们人生命运老是不如意的事情很多，老是遇到不喜欢的事情，这就是量子坍缩的过程。如果我们的量子纠缠关系里面的能量都是不好的能量，实际上我们就无法坍缩出令我们喜悦的人生场景。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重点。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缘起，你会遇到谁，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有的时候你可能做不了主，你这一生就得碰到它，但是你碰到它你怎么体验，这是你能决定的。但是往往我们在这个环节，我的起心动念被什么控制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清明，我们以为我们是个聪明人，是个明白人，实际上我们是个糊涂人，我们都不知当下为什么要起这个念。如果一种念永远生不出来，你生出来必然是这种念，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就已经定局了。所以人生要训练的是什么？是人的意识自由度。我有充分的意识自由度，我才有可能选择人生。如果你每遇到一件事情，你的意识自由度很窄，只能这么想，那你的人生结果就是定局，没有什么可创造人生结果这一说，也没有什么人生命运可以被我把握这一说，这就是你被迫的在你的命运中前行。所以不明白这个，就别谈什么改变命运，也别谈把握人生命运。那现在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他会面临的一个人生重新再选择的问题，每一种起心动念都会给你带来一个不同样的结果。所以我的人生我做主，我们还是可以做主，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主观的能动性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但是我们要掌握改变人生命运的方法以及它背后的道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为了让你早日觉醒，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郑重地打出：我就是观察者与创造者，我与丰盛富足对齐。让这句话
成为你改写生命剧本的印记。你的留言不仅是为自己许下的承诺，也会与所有留下同样宣言的灵魂产生共振，共同创造一个强大的正向量子能量场。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